开通透模式。我发现你高敏感程度好像比我在更上面一点。会不会心里有一种，当别人在称赞你的，并没有欣然接受，我就是这么好？按订阅不用钱哦。大家好，嗨，我是 Aaron，什么知识？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 Aaron 呢，要来聊聊你坑高敏感这个特质。我跟 Aaron 都是个高敏感的人，我发现我们应该都有一种某种频率蛮像的，隐约感觉出来就是蛮像的。这句话有点不是，我有讲错吗？没有。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是高敏感的人，就是你的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别人没有办法附身在你身上，透过你的世界或是你的感官去感受。有一天我就发现说自己好像真的比别人更敏感，你的皮肤特别敏感，你对味道特别敏感。现在如果去 KTV， 很多时候我是要戴着耳塞，敏感成这副德性，对我都会这样子，因为等于说那个资讯量其实过于庞大，真的，所以我必须把它关起来，没有办法一下接受这么多。上次跟他拍家访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跟我说他喜欢听一些音乐，然后喜欢听一些不同的效果音什么的，我就觉得有一样的性质。然后还有呢，我就是太敏感的人，然后我会顾虑到我身边任何姐妹的一些想法，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得很累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会需要让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，不能有人来打扰。我很需要，所以我常常跟朋友出去，如果一起住饭店，然后我就可能会一直躲在厕所，他们就说你怎么在厕所这么久？到底在厕所游泳还干嘛吗？没有，我就只不过是在与自己独处，然后自己听音乐，然后自己滑手机。我就这样，这个时间是我在不管去哪里，就是最美好的一个时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 Aaron 来玩一个小游戏，列出自己感觉到高敏感人会觉得不舒服的时刻。那我这边大概准备了8个，努力不要给你中到。好啊，那我先讲一个好了，送客，就是假设你朋友来玩，然后我要离开了，但你要送我离开，对不对？我就会很感受到不知所措，你会吗？甚至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送走人家。对，假设你在这边啊，到底要送他下去1楼吗？还是我现在在门口好了，然后你进电梯，我再把门关起来，还是你到电梯前，还是你一出去我就把门关起来？好多故事可以讲。还有是到底什么时候要走，他也不敢邀请太多人来我家，我怕变成一个没有 ending 的 party。哦，那是真的，然后又不想扫大家的兴那种感觉。某个程度，忽然那个电池一没电，我就需要有一个空间，然后想要躲起来这样子。更何况你家又是套房啊，有没有地方可以躲啊？有啊，楼中楼的部分。对，他躲到一个没有。所以这个是不是也算高敏感的一个特质吗？换吗？还是每个人都觉得 OK？ 是，或者是说高敏感的人对于界限需要更大，画得很清，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。大家会想说我是 YouTuber， 拍片是我习以为常的事情，没有，我现在拍片还是要很累，我目前被卡时间宕机。LED 光疗原理让光，我刚开空哪里？第一个是瑞士的，然后上次有一次很好笑，我去朋友家拍片，就 Daniel 家，然后我们拍完结束了，我就已经快虚脱，我就很精气没有。更何况 Daniel 又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拍完片之后他就说要不要一起去运动啊，要不要去吃饭？我就想要一个独处空间，我想要自己听音乐，然后想要自己一个空间去发呆什么的。我就说我要去找朋友，就拿东西给他，我说大家说要去动到行程，然后是不是我一到地面哦，古亭，我在古亭下在干嘛？我真的是傻眼，我真的放空我放空不行我想说我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就是整个拍完片已经没有精力了然后我想我去健身房，我也不想跟任何人讲，我就点个头就好。我不是讨厌你们，我就想要有自己的空间那种感觉。而且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说，为什么你们都可以一直跟大家一直相处下去，不用休息？我没有怀疑，我就让这些人自己下去。出去玩的时候，我都会找一个高能量的人，让人家去发光发亮，我就默默在旁边看戏这样子。你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帮你 cover 的朋友。我很需要有一个给我安全感。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每天早上要进捷运站的时候，我就会感受到每个人味道，还有每个人的情绪。他今天不想要上班，那个人可能不是去上班。你是开通透模式在搭捷运你有听音乐什么的吗？我就会很想要憋气，因为我会闻到每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味道。资讯量有点过于庞大，很累，因为那些资讯有点像是杂讯。就像我有时候明明没怎么样，但是你就感受到一个氛围很怪。我昨天就是刚好在西门路上，一看下去就有人2个人在吵架，一直骂来骂去，就是我完全是心会被没有看到，但是我就是感受到那个能量，就是像小婴儿一样。小婴儿其实每个人都很敏锐，大人哭的时候，小孩会跟着哭。之前会觉得说，大家怎么都没有感觉？那直到有一天我发现，你的感受只有你自
自己能知道，我就更知道说我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，更能够看到说，谁好像也是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人，真的，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，就会发现找一些频率在的人，对，就看有些人他不想跟大家 social， 或者是这个场合明明是大家要一起玩的场合，他就会躲在旁边休息。我这边就顺带一提，我决定下一题要讲这个参加多人聚会，类似我上礼拜找朋友想说我想看可怜的东西，然后呢我就问我朋友，可是今天有人约我唱歌我要不要会不会成局？我就会第一个问说有几个人？我觉得 KTV 是一个很隐私的感觉，如果跟不熟的你真的是浪费能量，去那边不知道干嘛。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开门的当下，你就会想说尴尬到不行，然后一定要给我安全感的朋友，因为有时候唱歌，即便你很会唱，你也知道这首歌怎么唱，但是你就是没有陪伴或是安全感，你就会无趣。不知道有些 KTV 会有一种较劲的氛围，就是谁唱得好，或是我今天就是要飙的比另外一个人高，我就会 get 到。很长时候在那 KTV 的地方，我就会记着尿遁在厕所那边洗把脸啊，或是呼吸一下。钱柜或是 KTV 就是一个 U 字形，然后最后人会太多，就会每个人就贴在一起，就会想说好想走啊。为什么？我会觉得界限太近了，你也没办法接受，除非我旁边的人是我熟的，会让我有安全感，但有些人会有点想要碰你。就是他碰你的那个意图，你可以感受得出来，是对你有点好感，会想要碰一下。你会跟这么不熟的人去唱歌？就有些人其实是熟的，但是他可能还是对你有一些意思。他不用说话，他碰一下你就知道对你的意图。我发现你高敏感程度好像比我在更上面一点。我没有这些想法，可能是我知道不舒服，所以我会一直去隐蔽这个感觉，尽量不要去接受这些杂讯。我以前是不敢面对自己这么敏感，直到我接受自己之后，他好像感觉就又更放大。你好像接受这件事情之后，他把这个能力又再给你更多了，但你不会觉得很累吗？你看你光是早上搭捷运那个真的是很痛苦，像我早上起来我是完全不想讲话的。我一到学校买完早餐，教室里面进来的同学看到我们都基本上都是保持静音模式。我后来觉得也很有意思，是你接受自己的敏感之后，会有很多人接受你自己，所以他们也接受这样的你，然后他们会纷纷更好吗？就是会有很多人愿意保护你，他们就会说 Aaron 你今天 OK 吗？那你觉得我是高敏感的？我觉得你需要自己的空间跟界限。很多人在荧光幕之后，并不是了解你这个人是什么样，别人对你投射眼光跟朋友是不一样的，就更需要自己的空间，让自己可以消化。现在比较能够知道说，看到一个人他的是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。可是有时候就是为了要社交而努力去外向，像我就是会这样子。我其实也是，人家以为是外向的，看起来是E。但我其实非常……我刚想说怎么突然讲到E，吓死我了。E 就是外向的 ，I 就是内向。我小时候测 MBTI 的时候是 E 人的，吓到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很矮到不行。真的吗？我小时候真的是很外向，一个就很疯的一个小孩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共同特点就是假装 E 变 I 吗？假装 E 人的 I 人。假装不然你是 E 人啊？是前一阵子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很喜欢冲浪或者是去海边的那种阳光。因为辐射嘛。对，辐射那种其实一般。喜欢在家里然后送播，然后开始种花花草草。对，然后最好不要有人来打我，听一些很安静的音乐。然后其实自己很宅，殊不知努力想要让自己出门。对，以前都很爱这样强迫自己，就觉得说我要融入大家，但后来发现你不融入大家，大家也会有欣赏你的人出来。我觉得大家应该感同身受，搭交通工具的时候想躺却不敢躺。例如搭飞机好了，你就会很害怕影响到后面的人。然后我是有一次搭飞机，在回台湾的路上，就是很冷，我就突然就是一直流鼻水，我就很害怕影响到他人。发现我止不住我的鼻水，我就跟那个空姐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后面还有位置嘛，我就一个人到最后面去坐这样。你是很喜欢把别人的感受放在你的前面？我当然会想啊，不想要影响到他人。当然你也不会想被影响那种。我以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大于自己，我会觉得我自己的价值是因为有人需要我，我才有价值。但我现在有点反过来，就是我先把自己的感受照顾好。现在如果搭飞机的话，我当然会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，对，但我还是会怕，不会怕，先把你身上的30度试探一下，好像可以，然后再30度，然后之后再70度。对，这好像是我旁边还会这样做的哎。就是现在我对于很多喝醉的人的那个场合，我会有点越来越放不开，我会冷眼的看着大家。其实我懂，我有时候就会待可能10分钟、20分钟，我就会问我朋友说，你会不会觉得今天气氛很怪？就大家的感觉都不太友善。然后动物园，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就感觉太强，就觉得好像大家对你都有。
就是可能会有防备，然后会不想跟你太多交流。很多那种夜生活的人，他们都会假惺惺或者交际花模式，想要跟你很友好。我们本来是还不错的朋友，讲什么都很有共鸣，然后就很好笑。但是我一出事的时候，他就攻击我，然后他也不让我知道，然后他就觉得，好久没看到你，怎么在这边啊？气了，怎么很开心的？然后我就脸很臭，就不想理他。那你怎么消化这些情绪？你会跟他讲吗？说，你之前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我不会，因为我已经是完全，应该也不要说完全理，就是我现在很不会去 care 那些人的想法，因为做一件事情百种的想法，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可能会让你很不开心，我以为你会生气，是不是你没有？一件事情做得再好，人家也可以讨厌你；你做得再不好，人家也会喜欢你。做得再有时候表达也很难表达出来，像我就是我除了高敏感之外呢，我就是个表达能力很差的人，就是我有时候影片我很多事情的想讲，但是我讲不出一个所以然，然后但是我天生就是口疾，加上我就是急性子的人，所以自己表现蛮不满意的。大家想说我们应该 YouTube 都很喜欢拍片，但我不是，我是喜欢剪片的人。虽然剪片很累很烦，然后也不想剪，就是想休息，但是剪片就是我安全感的来源，就跟你输的是你安全感来源是一样。因为我可以掌握全部啊，可以掌握大局啊。别人讲错话，或是我讲错话，或是别人丑，或是我丑，我都可以去处理。我觉得接受赞赏也是我们高敏感的很尴尬的时候。天哪 ，Aaron 你现在越来越帅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。我很想要给大家感受到我的反馈，然后又觉得有时候做太多反馈，大家会觉得好像我们是太假。会不会心里有一种，当别人在称赞你，并没有欣然接受，我就是这么好？有一点。华人大家有一个通病，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，但是不太敢接受别人的赞美，一下就走心，一下就走心。对啊，就毛走。然后我就会跟姐妹说，大家走心趴敢不敢？一起来走心。我说你有病啊！因为有一次很好笑，泰国的朋友来，然后他就约了我跟你还有一大堆人，然后你就说天哪，他没有约我然后我当下就感受到说再走心再走心，然后我就立马去安慰他，没有啦，只是你刚好可能在工作嘛，高敏感都会做这件事情嘛，就是会第一时间会立马去陪伴。会感受到人家的难过什么。后来隔天的时候，那个泰国朋友找他去吃饭，然后找他去 G Star 什么的。对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我说可是他都没有回我换我走心啊，来啊，敢不敢走心趴？我决定走心，今天换我走心。这些小事就是大家都没有造成不愉快，最后没有啊，因为他那时候当下很不愉快，我就去陪伴他啊。当下换我走心的时候，我是故意走给他看的，就在闹他。虽然多少会走，但是想说走一下没走到，人生又不是一切顺利。而且如果他真的找我的话，我们换了高敏感有一个很尴尬的点。他找你出去夜店玩，可是你不想去。我不是说聚沙不好，是我现在去了，可能玩的没有以前那么尽兴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拒绝。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。我现在会试着表达我自己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你只要诚心的告诉别人说你不想去，通常别人应该不会太为难。如果还会为难你，那可能就是我觉得如果还是继续为难，这样也蛮好的，至少知道你以后不用跟他太多交流。害怕任何事情的结束没有结尾，很尴尬。就例如跟你聊天，然后聊一聊，突然就是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回你，那我没办法接受这个感觉。真的哦，就是像以前小时候好了，你在用电脑即时通什么的，结束你就说我去洗澡，我拜拜。但是现在不会有这种状况，所以我现在如果跟人家聊一聊，或是 IG 什么社群软体之类的，我就会想要一个结尾，但是我又抓不到，然后又自己尴尬，然后每天就会陷入这种内耗。你不会透过贴图？我会啊，我会想办法，我会很努力找寻出路。我会传一个很真诚的贴图，对，很可爱的，眼睛汪汪的，或是眯眼笑。我都会传那个肉球在拍，但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回，然后又想回。有时候我会跟我姐妹分享说一些好笑的故事，然后她可能就已读。我说哇，好厉害，怎么可以接受已读这件事情？哇塞，那你这么多资讯量，然后你都会想办法回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落空，这很敏感吗？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吗？几乎。那你怎么承受得了这么大量的资讯？如果每个都回的话，太累了。所以我现在在练习静音。有时候姐妹在我家跟我聊天，然后呢聊一聊，我不想回，然后我就。我这样当下觉得好爽，我这样可以静音。不然以前我不行的。你会不会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说这个人认识，第一关是可能交友软体，下一关是 IG 也过关以后才会到 Line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筛选。不会，因为我太急性子，都会混在一起。但是我会设自由啊，加置顶啊。有些人就给我一些情绪回应，我都会想办法回。那现在我也逐渐学习到，如果那些人在情绪上的话，就尽量不要理他。对，你再不回的话，我就把你封锁。你知道你以前资源都是我的力量，我干嘛被这种人影响心情？他又不是我的重要的谁，停止这些有关系。好大一部分他们其实渴望的就是回应，找我是最好回应的因为我就是死命想回应你的人。但是我现在就学习到不要再回应，不要再少一个弱点。我以前很多弱点我都想办法让它不是弱点，可能被骂娘炮会走心或是被骂你是 gay 对，我从小也是这样被。我现在就说，对我就是 gay 我就是娘。
样啊？那是你自己觉得啊，我也没差，那我就顺着你，赖对，没对啊，我就赖啊，想怎么样？以上呢，你们有觉得哪一个高敏感特质是你有中的呢？我心有戚戚，那都是我曾经会让我很痛苦的事，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先放前面，只要我不影响到别人，我自己觉得舒服。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天赋，也是一个礼物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双面刃。不想要接受的话，你会觉得痛苦；但你接受它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老天爷也会给很多一些反馈，不管任何事情，你只要去接受它，任何情绪、喜怒哀乐，任何不好的经历，都是未来你的养分。有这些难过，才会有之后的开心跟快乐啊。而且我今天也才发现一件事情，不舒服的感受就是会来，你就是躲不掉，但它就很像是你脚踢到桌子一样，那个疼痛它就是会过去，你只要等它走就好了，它一定会走，只是它需要一些时间。以上这集就是我们今天高敏感的分享。以上如果有中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这边左上角有 Aaron 的 IG 可以中哦，谢谢你。我讲这集，这集真的是我觉得蛮特别，就是一定要你陪我讲，不然如果我找其他人，我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会接住你。谢谢你接住我，也谢谢你们接住这样的我们。